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DV 分享，我是 Alden。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安装 SenseOS Dreamlight。因为我分享内容如果是在 Linux 环境的话，我基本上都是使用 SenseOS 这个发行版给大家演示的，所以今天通过 VisualBoard 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安装 SenseOS Dreamlight。如果还没有关注 DV 分享频道的朋友，记得点一下关注，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首先打开 SenseOS 的官网，下载一下系统镜像，点击 Download， 选择 SenseOS Dream。大家根据自己的硬件选择合适的架构版本，点击左边的这个架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载了。我之前已经提前下载好了，就不重复下载。接下来打开 VisualBoard， 新建一个虚拟机，选择装载模式，先填一下虚拟机的这个名称，然后类型还有版本的话就选 Linux 还有 Red Hat 64位就可以了。大家填一下需要创建这个虚拟机的内存大小，然后选择下方这个现在创建虚拟硬盘，然后点击创建。这里要填一下硬盘的这个大小，文件类型一般默认就可以了，这里也是选择一下动态分配，然后点击创建。创建完成之后点击设置，然后点击存储。这里我们要选择一下刚才下载好这个系统镜像文件。接下来点击网络，选择一下虚拟机的这个网络连接方式，一般我都会用桥接网卡，也就是虚拟机的网段跟我的主机网段是在同一个网段的。然后保存，启动虚拟机，选择第一项 Install SenseOS Dreamlight。接下来就会加载这个系统安装镜像文件。加载完成之后就会看到一个用户安装的这个界面。首先要选择一下我们安装过程这个语言，我一般都是用英文，然后点击这个 Continue。接下来的话就会看到一个安装设置的一个页面。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左方这个 Localization， Keyboard 的话就要选择这个硬盘这个布局方式，一般的话就是用英文布局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就选择一下系统支持的语言，我这里的话就直接用英文就可以了。然后时区的话就是这里默认的话就是亚洲上海，我这里也不用修改。接下来看一下中间部分这个 Software， 首先第一个 Installation Source 的话就是安装源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是使用这个系统计算去安装的，所以的话我们不用指定这个安装源。如果你们是使用这个在线安装的话，这里的话就要设置一下这个安装源地址。你要看一下下面这个 Software Selection， 选择一下这个安装的这个软件。一般的话我是用最小安装的，就是需要安装什么软件的话，我们直接安装完成服务器，我们再去自己安装就可以了。上面这个默认的话就是用 Server with GUI， 就是带有这个用户界面这种方式安装，我一般的话就很少用，我一般都是选这个最小安装的。选完之后直接选 Done。然后看一下右边这个 System 选项，首先先看一下这个 Installation 这个 Destination， 就是安装的目的地，选择这个磁盘的。这里要设置这个磁盘分区，首先我们选择这个自定义设置这个磁盘分区，然后选择完成。接下来这个页面就是要配置这个系统分区的，然后点击这个加号。这里分区的话，一般我们要选几个选项。第一个要先选这个 Boot 选项，就是 Boot 的话就是要加载这个就是要存储一些系统静态文件的，包括系统内核，还有一些引导菜单所需要的必须文件。一般我们要分1个 G 就够用了。然后填完这个大小的话，就点击这个添加。
接下来再点这个加号，然后选择这个交换分区。交换分区的话，就是内存不够用的时候就使用交换分区。这里的话，一般的话就要根据你这个安装这个虚拟机，或者是你安装这个系统分配的这个内存大小而定的。一般的话，如果你内存比较小，只有4G 或者是4G 以下的话，一般的话你就设置内存的2倍，但最好的话就不要超过4G。如果你的内存的话有4到8G 的话，你就设置4G 或者8G 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内存已经超过8G 或者是以上的话，那你的交换分区，我建议的话填个8G 就够了。因为我刚才选的是1G 内存，我这里的话就填一下2G 的这个交换分区，然后点击添加，然后再添加。这里的话还有剩下一个挖目录，挖目录的话就是保存一些日志文件用的。这里的话因为我没有这个需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需求去选择是否要添加这个分区。这里剩下的话，我就直接把剩余的空间分配到这个 root 分区就可以了。这里不用填的话，就是默认的话就把全部的剩余的空间分配这个根目录，然后点击这个添加。最后的话就是我20G 的硬盘，有1G 是分配给这个 boot 目录，有2G 是给这个交换分区，剩下的17G 就给这个 root， 就是这个根目录。选完的话就是点击左上方这个完成，这样我们的这个点击这个接受这个更改，就是格式化。这样的话我们就格式化选择完这个系统分区了。接下来看一下下面这个 KDump 的话，就是一般的话就是开启就可以了。KDump 的意思就是当内核崩溃的时候会启用第2个内核来保存这个崩溃内核的一个内存，一般我们开启就可以了。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网络配置。网络配置的话，我们一般都会服务器的话，我们一般都是使用静态 IP。这里你可以在安装过程中配置，也可以在安装完成之后配置也可以。我这里的话就是在这里直接配置吧，然后点击右下方这个配置选项，然后选择这个 IPv4 这个设置。这里它默认是使用 DHCP 是获取 IP 的，一般我们的话就是用手动 IP。选择这个手动设置，然后添加个地址。这里的话我就填 10.10.10.233， 然后填一下这个子网源码，还有这个网关。我这边的话网关就是110.10.10.12，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填写。接下来看一下下面这个 DNS 服务器的这个设置，我这边就填 1.0.101.10.12， 跟网关是一样的。然后逗号的话就填多个。填完之后直接点这个保存。然后这里下面有个主机名的一个设置，它默认的话就是 localhost，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填写，我这边就不修改了。然后点击这个完成。接下来下面有个安全配置的，这边我一般都不会去选它。然后接下来看一下左下方这个用户设置，首先我们要设置这个 root 密码，我这里的话就是用123456吧。看一下下面这个选项，首先它有个locked root account， 就是禁用这个 root 用户，这里可以不勾选这个。接下来这里有个 allow root SSH login with password， 就是是否允许这个 root 用户通过这个 SSH 连接。一般的话我们这2个都不选，就是如果是通过远程连接服务器的话，我们一般都会通过一个自定义的用户去连接，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全一点。然后点击这个完成。如果你的密码是弱密码的话，它会再次要求你确认，然后你再点一下登就可以了。填完这个root 密码的话，点击下方这个用户创建选项，
就是创建一个自定义用户。我这边的话就创建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用户，然后这里有个勾选，就是是否把这个用户设置为管理员，然后勾选一下就可以了，或者你不勾选也是可以。然后下面的勾选的话就是是否创建一个密码给这个用户去使用，就是一般的话就是勾选就可以了，然后填一下密码。我这里也是1234566。然后下面有个高级选项，这里的话一般我们也不用刻意去配置它，就是这里的话就指定一下这个用户的一个后目录，包括它的一些用户 ID 还有这个用户组 ID 这些，一般我们也不用会去修改它，然后直接点击完成，然后再次点击这个确认，然后到这里为止的话就是全部的一个安装设置上已经配置完成，接下来点击右下方这个开始安装就可以了，然后就会等待这个安装完成。安装完成之后，点击右下方这个重启。然后如果重启之后看到这个还是进到这个安装界面的话，先把这个虚拟机给关闭，再次打开 VisualBox， 然后点击这个设置，选择这个存储。我们要先把这个系统镜像文件给先移除掉，或者你选择一下这个启动的这个顺序也是可以。我这边的话直接把这个镜像给移除掉，然后点击保存，再次启动虚拟机。然后启动完成就可以登录看一下了。看到可以登录，查看一下系统的一些信息。接下来看一下通过远程 SSH 看能不能连接上服务器。首先看一下 root 用户，可以看到它这里是禁止 root 用户远程访问的，因为我们在刚才安装的时候没有勾选允许 root 用户通过密码远程访问，所以的话我们需要通过我们自己创建的这个用户去远程连接这个服务器。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就可以连接上了，切换一下 root 用户，然后接下来安装一下我们系统所需要的必须软件，通过 df 命令 install-y， 然后指定安装的软件，这里的话安装一下额外的软件源，还有命令补全 wget-vim。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安装所需要的一些必须软件。安装完成后，我们再更新一下系统的软件，通过 update 命令。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如何去配置这个网络。如果你在安装的时候没有配置网络，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去一步步的去配置这个服务器的这个网络。
首先进入到 ETC 目录的 Network Manager 下的 System Connections， 这里你会看到有一个网络配置文件，我们编辑一下这个配置文件。因为我是在安装过程的时候配置了这个网络，所以它这里已经有配置好的一些模板。大家如果是在没有安装的时候没有配置的话，大家根据这个模板去填写就好了。ID 的话就是你这个网卡的 ID，UID 就是唯一 ID， 类型的话就是以太网。这些的话其实默认就可以了。这里接口名称的话就是填这个网卡的接口名称，时间这些应该是可以不用填的。然后下面有个 IPv4 的一个配置，如果你 IPv6 没有的话，你就按照这样填就可以了。代理这些都可以不用填。IPv4 这里有一个属性 address 1的话就是你要添加多个也可以添加多个，就是 address 1下面就跟一个你这个要绑定的网就是这个 IP 地址，杠24的话就是要指定你这个子网源码的一个位数，下面的话后面这个地址就是网关的地址。接下来下面的话就指定这个 DNS， 这里是通过分号去分割的，如果是指定多个的话。方法的话，这里我们一般都是通过手动 IP 去指定的，如果你是通过 DHCP， 你也可以把这个方法改成这个 DHCP。然后如果你是要配置多个 IP 的话，也可以另写一行 ADDRESS2 这样子，这样子去配置也是可以的。我这里就给大家演示一下，然后的话就保存，保存完的话我们要重新加载这个配置文件，通过 MICLI 命令。MICLI 命令的话就是 Network Manager 客户端，然后C 选 CC 的话就是 Connection， 但是可以简写为 C， 然后的话 Reload 就重新加载这个配置文件。重新加载完成之后的话，就是要重新启动这个网卡，因为我的网卡名字的话就是 EMP0S3， 我的话就这两块直接输入，然后重新加载这个网卡。看一下，这里漏了个 C， 然后重新加卡完成网卡，我们再可以查看一下这个网卡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这里网卡的话就多了一个234这个 IP， 就代表这里其实已经成功了。最后修改一下 ETC 目录的 MOTT 文件，然后退出一下，重新登录。OK， 那到目前为止，通过 VisualBoard 安装 SenseOS 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大家给个关注，点个赞，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